这些经济指标是写在纸面上，只是一个一个的数字，但是却直接关联着众多菲律宾人的生计。菲律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0美元，平均下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直接影响到1100多万菲律宾人的就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目前呢，菲律宾总统竞选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领先的候选人是费迪南德·马科斯，他是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儿子。老马克思曾经访问过北京，并且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小马克思呢主张对华友好，却因此遭到了另外几名候选人的攻击，迫使他在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言辞均发生了变化。现在中菲关系问题成了菲律宾总统竞选绕不开的热门话题。那么菲律宾下一任总统会不会采取反华政策呢？这个需要从菲律宾这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来考虑。在1898年以前呢，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的殖民者在这里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统治和经营。但是随着西班牙帝国的日渐衰落，美国认定这个老大帝国已经不能保卫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了，所以在美西战争当中呢，美国就两线开战，在中美洲和菲律宾同时击败了西班牙舰队。从那以后，美国就取代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了殖民改造，使菲律宾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倾向于美国的国家。无论是政府、军队、宗教还是文化、体育，处处都洋溢着从美的风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日军精心策划，出其不意地击败了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夺取了菲律宾。当时的驻日菲总司令是麦克阿瑟，是狼狈逃窜导致近8万美军被俘。在日军组织的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中，有15000名美军战俘死在了路上。几年以后美军实施战略反攻，击败日本，重新夺回了对菲律宾的控制。菲律宾作为一个西太平洋的小国，它的政策倾向和太平洋沿岸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有直接关系的。当西班牙人拥有制海权的时候，菲律宾就倒向了西班牙；美国人拿到了制海权，菲律宾呢就倒向了美国。这是岛国无法摆脱的命运。到了2022年的今天，到底谁才是太平洋上的主宰？谁才是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个问题竟然越来越不确切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把中国当成了印度洋、太平洋一带的主要的对手，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在美国的逼迫之下，中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得不加大对海军力量的建设。所以中国大规模地建造了多种类型的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并且正在向大型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方向迈进。此外呢，中国还大力地开发了远程反舰弹道导弹，以确保在关岛以西洋面对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两栖攻击舰战斗群能够进行有效的打击。这双管齐下，正在改变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的对比。美国海军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拥有在这片海域肆无忌惮的霸道行动权利了。如果引发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海军甚至面临在这个区域里面全军覆没的风险。这就是菲律宾的政策选择面临的新背景。菲律宾现任总统即将卸任的杜特尔特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他放弃了一边倒的政策，在不放弃美菲军事盟约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对华友好合作的关系。可是过了几年风调雨顺的舒心日子，根据数据统计2021年中菲贸易总额达到383.4亿美元，同比增长 24.9%。非对华出口115.5亿美元，占菲律宾出口总额的 15.5%。而在杜特尔特上台之前的2015年，双边贸易额只有176亿美元，菲律宾对华出口只有不到62亿美元。这些经济指标是写在纸面上，只是一个一个的数字，但是却直接关联着众多菲律宾人的生计。菲律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0美元，平均下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直接影响到1100多万菲律宾人的就业。杜特尔特的政策选择完全有利于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但是却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也成了政敌攻击的借口。如果菲律宾回到反华政策的老路，
就算统治阶层不在乎底层民众的生活，可是这么多人生活无着，也是菲律宾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吧。另外，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工程已经告一段落，而黄岩岛的建设工程并没有启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有了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如果菲律宾再次走回反华路线，中国有可能被迫在黄岩岛开展建设。这个地方距离马尼拉只有350公里，菲律宾政府恐怕要请示南安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